中国教育史源远流长，若从有文献记载的角度追溯，能够回溯到尧、舜、禹的中国传说时代。在舜统治时期，就已经设立了名为祥的教育场所。自此之后，中国教育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变迁，宛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，不断流淌演进。上古传说时代，教育的最初萌芽。在遥远的上古传说时代，也就是舜在位的时候，教育开始以一种朴素的形式出现。舜设立了祥作为教育的机构，并且将其细致地分为下祥和上祥。当时的教育有着明确的年龄划分，7岁的孩子进入下祥接受教育，教导他们的老师是庶老。这些庶老虽然身份普通，但却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一定的知识储备。他们将生活中的基本常识、为人处事的道理等传授给年幼的孩子。而到了15岁，孩子们则进入上祥，由国老担任老师。国老往往是在政治、文化等方面有着深厚造诣的人，他们会教导孩子们更为高深的学问，包括国家治理、礼仪规范等内容。这种教育的层级划分和师资安排，体现了当时人们对教育的初步规划和重视，为后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夏商时期教育的初步发展，相传夏朝时期，国家就已经设立了以序为形式的官方学校。在那个时代，社会逐渐从原始部落向更具组织性的国家形态转变，教育也开始走向制度化。序的设立标志着国家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人才，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。到了商代，中华文明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，积累了一定的文化成果，并形成了成熟的文字系统。这一重大突破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新的学校形式古宗应运而生。从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上，我们还发现当时的学校还有其他的称呼，如大学、幼学等。不过，此时教育的对象主要局限于贵族子弟。贵族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家族的荣耀，非常重视对子弟的培养。学习的内容丰富多样，涵盖了文武、礼仪、乐舞等多个方面，同时在天文、历法领域也有较多的涉及。传授知识的老师则由巫师、乐师或者政府官员充当。巫师拥有神秘的宗教知识和占卜技能，乐师擅长音乐和舞蹈，政府官员则熟悉国家的政治和行政管理。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为贵族子弟传授知识和技能。先秦到汉初，教育形式的多样化。先秦时期，详序学校成为了主要的教育场所。详者，养也；校者，教也；序者，设也。这简短的话语深刻地揭示了不同学校名称的含义和功能。夏朝时学校称为校，商朝称为序，周朝称为辖。这种名称的变化不仅仅是简单的称谓更迭，更反映了不同朝代对教育侧重点的差异。到了春秋时期，教育领域发生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，孔子办学，开启了私学教育的先河。在孔子之前，教育基本被贵族垄断，普通百姓很难有接受教育的机会。而孔子秉持着有教无类的理念，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，不论贵贱贫富，只要愿意学习，都可以成为他的学生。他广收门徒，将自己的思想和学问传授给众多弟子，培养出了一大批有学识、有品德的人才。私学教育的兴起，使得教育更加普及，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，也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交流和传播。西周官学体系的完善与六艺教育的形成。西周时期建立了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官学体系，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在这个体系下，形成了独特的六艺教育。政府对学校进行了分类，将其划分为国学与乡学这两类，并且在设置上有着清晰明确的地域界定和等级区分。国学又进一步分为大学和小学两级。国学设立在王城和诸侯国的国度，其中王城的大学被称为辟雍，它规模宏大，建筑风格独特，象征着天子的权威和文化中心的地位。诸侯国的大学则称为泮宫，同样也是当地的文化教育中心。乡学则按照地方行政系统进行设置，州设序、
党设想，闾里设属和校。通过这样细致的划分，构建了一个覆盖全国的教育网络。然而，国学的教育对象有着严格的限制，仅限于王子、公卿大夫式的嫡长子，以及经过选拔的国之进修。这意味着平民百姓很难有机会进入官办学校学习，教育资源在当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。在西周初期，时这个称呼源于军旅，当时的学校以习武为主，教师一般由军官担任。这是因为西周初期战事频繁，国家需要培养大量的军事人才来保卫疆土和维护统治。兵庸和叛宫不仅是教育的场所，还如同宫廷一样，奴隶主贵族常常在这里举行祭祀、宴会、选拔武士、议定作战计划等重要活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到了西周后期，政权逐渐稳定，社会对文化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，于是教育开始倾向于文化方面，六艺教育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。随着文化课程的比重不断提高，教师的来源也发生了变化，多改由文官担任。文官们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知识储备，能够更好地传授六艺知识。所谓六艺，包含了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说6个方面。礼是以孝为根本的伦理道德，它涵盖了政治、历史等诸多领域，教导人们如何遵守社会规范和礼仪制度，如何处理人际关系，是培养一个人品德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内容。乐包括音乐、诗歌、舞蹈，通过艺术的形式来陶冶人的情操，提升人的审美能力和精神境界。射击、习武、射箭，培养人的军事技能和身体素质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，射箭是一项重要的军事技能和生存本领。御是学习驾驭兵车，这不仅需要熟练的驾驶技巧，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战略眼光和团队协作能力。书与术则包括读、写、算等基础文化知识，是六艺的基础知识，为学习其他高深的学问奠定基础。其中，礼、乐、射、御被视为大艺，主要在大学阶段学习；书与术为小艺，放在小学阶段学习。这种教育内容的划分和学习阶段的安排，体现了西周时期对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和科学性。出土于西周初期的大禹鼎上的记载，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教育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。上面记载着：女妹陈由大夫，禹追集镇小学，女巫可与买聘一人。这句话讲述了大禹年纪很轻时父亲就去世了，他继承了父亲的官职。康王对他说：你年纪这么轻就做官，我要你进我的小学。这表明在西周时期，即使是贵族子弟，在担任重要官职之前，也需要接受系统的教育，进一步证明了当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。中国教育史在从慎史的详开始，历经夏商、先秦到汉初、西周等不同时期的发展，不断丰富和完善，每一个阶段都有着独特的特点和贡献，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